中国实验室的月度模型参数上限直接飙到了 2.78 万亿，而美国实验室在7个月里有5个月都被压在 130B 以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7个月拉开了代际差？当大家都在讨论开源繁荣时，究竟是谁在真正定义前沿？这是 Mozilla 最新发布的开源 AI 生态报告揭示的现状。中国实验室正全面主导前沿开源全职模型，而美国企业则转向了硬件赋能与平台适配。回顾频道过去从边缘 AI 到 Agent INNV 的追踪，这次的开源格局不仅是体量暴涨，更是分工的彻底洗牌。8个月暴涨，改写分工，模型库243万、296万，数据集破100万。但繁荣背后是残酷的现实。85.6% 的模型终身下载量不到200次 1.5% 的头部仓库吃掉了 99.2% 的下载量。需要注意 Open Router 统计的多数是开放全职而非完整开源。生态繁荣并不意味着长尾项目都有实际影响力。开放全职的核心价值是把推理控制权从按 token 计费的云端 API 交回开发者手里，兼顾隐私与定制化。开发者拿回控制权后，中国实验室直奔数千亿至万亿参数。像 Moonshot 和 Z 到 AI 几乎不发布 70B 以下的小模型，而阿里千问则通过全尺寸策略实现了数亿次的下载规模。另一边，硬件巨头并没有缺席， AMD 和 NVIDIA 年内各自推出了超过200个模型仓库，其中 NVIDIA 的 Nemotron 3 Ultra 更是达到了 561B 参数。这延续了频道此前图谱中记录的轨迹。AMD 与 NVIDIA 一直在通过硬件和平台深度赋能开源社区。面对超大模型的部署难题，依靠社区的高效量化与推理框架适配，原本无法本地运行的全职几天内就能跑起来。当模型本身逐渐商品化，真正的竞争点已经转向了由代理编排、评测和沙箱工具组成的 Harness 生态层。沙箱工具生态下，高隐私、赛强定制选开放全职，复杂任务用混合架构。中国实验室撑起了开源前沿的参数上限，而硬件厂商则为这些巨型模型铺平了落地之路。开源 AI 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。像 Moonshot 和 Z 导 AI 几乎不发布 70B 以下的小模型，而阿里千问则通过全尺寸策略实现了数亿次的下载规模。另一边，硬件巨头并没有缺席， AMD 和 NVIDIA 年内各自推出了超过200个模型仓库， NVIDIA 的 Nemotron 3 Ultra 更是达到了 561B 参数。这延续了频道此前图谱中记录的轨迹。AMD 与 NVIDIA 一直在通过硬件和平台深度赋能开源社区。面对超大模型的部署难题，依靠社区的高效量化与推理框架适配，原本无法本地运行的全职几天内就能跑起来。当模型本身逐渐商品化，真正的竞争点已经转向了由代理编排、评测和沙箱工具组成的 Harness 生态层。沙箱工具生态下，高隐私40强定制场景优先评估开放全职，复杂任务则可采用开源与闭源相结合的混合架构。但代理编排能否解决当前开发痛点，仍有不同看法。痛点看法不同，中国实验室抬高参数上限，硬件厂商铺路，开源下半场启幕。